这绝对是马叔给出的最高幸运。但是下一秒他就要哭了，老马一脸嫌弃的看向火箭，就这儿还世界第一呢？晚上夜宵赶紧吃2个腰子补补。这是7年前的中英双打表演赛，中国一哥对阵世界一哥，而他们的搭档都是出了名的搞笑担当。其实双打规则也特别简单，那就是持球方必须1人1杆。火箭的变态控球配上老马的极致准度，光用听的就让人无比期待。丁俊晖这杆开球线路非常漂亮，如果力量能再大一点点，那就是完美的开局斯诺克。现在给火箭留了一个拼长台的机会，恐怕这一局就没机会再站起来。霸气十足的火势长，不仅红球精准打进，而且母球一扑还要强行 K 出黑球的下球点位。虽然现在这个大反脚已经无限接近死球，就连火箭的双眼也充满了担心，但是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准的男人，老马的枪下就不允许有不可能存在。真的就能这么夸张？马叔的准度就是专治世间一切不足，不过他可没心思照顾母球的落点，因为难得有机会跟火箭组队，如果不好好压榨一下他的控球，那比赛肯定会少了很多精彩。火箭被逼无奈，只能开启拼命模式，炸散球堆的同时，把母球拉出来，至少还能看到低分彩球。接下来就看老马的选择，是要用准度硬刚，还是偏向更为稳妥的防守。这就是老马，只要还能看到下球，那一切就都在火力射程范围之内。这2个人的组合简直就是绝配，实在是想不出还有怎样的组合能够有实力与之一战。火箭这2杆细腻的控球，留给老马的全都是手摆位，就是谁上谁都行的那种。但是反观老马的走位，不仅要考验火箭的准度，还要同时压榨他的控球来度微调。其实这也是大家看火箭打球觉得特别简单的原因，因为他仅靠母球每一次完美的落点，最大化的把复杂局面简单化。绝对不是火箭的准度不行，而是他根本不允许自己总是依赖准度。6边形战士存在的意义，就是尽可能把球打得越简单越好看。辉哥本局就是开了一个球，然后就全程当起了前排 VIP 关注。本来表演赛的胜负就从来不是关键，这2个老头自然打得更加放松随意。兄弟们看下老马这杆略微向上的角度，叫红球非常舒服，但是最后母球的落点，他自己看了都连忙伸出手表达歉意。不过这就是准神的风格，母球停在哪里不是停，只要我能打进就行。但是火箭就正好是另一个极端，控制好母球的每一次落点，不仅自己打着舒服，而且看球的人也不会提心吊胆。虽然他们的组合可以完美互补，尤其是在遇到特别棘手的球型，但是一旦难题解决，他们之间好像又有不可调和的矛盾。所以团队协作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。完美的打红 K 红，现在超分的局面已经形成，哪怕右侧贴库的红球不去处理，也足够支撑他们拿下本局。但是火箭打球从来不是只为了赢球，他的眼里似乎只有清台这一件事情。他们俩的战术分工也很有意思，由火箭负责来打红球，因为6颗彩球的位置相对固定，只要母球的落点绝对可控，再加上老马的准度，基本上就不会有中断的可能。就像开局那几杆精彩的配合，火箭只要想办法让老马看到彩球就行，而老马也只需要负责打进，剩下的控场和纠错全部交给火箭一个人搞定。老马这一杆又没有到位，总是让火箭来给他擦屁股，他自己都感觉不太好意思。所以最后的精彩环节，他也贡献了一杆非常漂亮的精彩表演。好球！这颗半贴库红球叫的真险，火箭终于有机会接受来自队友的慰问。
老马终于来报恩了。母球完美的四库大绕台，不仅直接叫到黄球手本位，甚至让最后的清彩环节瞬间变得没有任何失误空间。火箭这次真的笑出了内伤，因为胖子李拙劣的演技实在是有够侮辱智商。当他连续打丢几颗简单球之后，不仅立马假装检查皮头，而且还要随时化身成一尊佛像。但最狠的还是火箭，绝杀的粉球就是故意不去打进，下了重注的胖子李虚汗都流了一顿。不过看他们最后握手的画面，兄弟们觉得究竟是谁赢了？这是2012年德国大师赛。此时明明就有2颗红球可以单降，但是胖子李却非常聪明的选择了 K 球，因为 K 球的失误任谁也挑不出毛病，而这近乎完美的效果，更是直接把自己憋出内伤。兄弟们谁懂啊？这想笑却不能笑的感觉，真的是太闹心了，以至于胖子李这么沉的体重都没能压制内心的激动。接下来这杆直接乐极生悲。这就摊牌了，直接不演了。原本象征性的防守一杆还能细水长流，毕竟凭火箭的能力，要输掉一局比赛还不是轻而易举。现在直接明目张胆把柄喂到嘴边，敢侮辱火箭的智商，那代价可能比抢他的奖金还要严重。但是演戏还是要演全套。胖子李一本正经的查看劈头，言外之意就是火老弟你可不要多想，这次失误绝对是千真万确，你赶紧清台结束比赛，咱们就都可以皆大欢喜。但是火箭的性格兄弟们都非常清楚，一个从脚趾到头发丝都在叛逆老顽童，要想让他乖乖就范，那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。胖子李还沉浸在自己的演技里无法自拔。1992年转入职业的他，2012年刚好是第20个年头，虽然只拿过4个排名赛冠军，不过最高也到过世界排名第6，而且职业生涯总奖金超过140万英镑。但是自从经历了一场假球获利35万英镑的泼天覆地，那颗贪婪的心就注定会越来越膨胀。于是在他疯狂接单的模式下，很快就换来禁赛12年的4环处罚。打丢简单黑球，火箭赶紧扭头避过摄像机，因为他实在没忍住自己的笑意。其实这里火箭还在给胖子李机会，希望他可以悬崖勒马，但是人为财死，而且现在更是骑虎难下。何况猪油吃多了已经蒙住心的胖子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收手？尽管他很清楚火箭已经发现了自己的意图，那也只能瞎子骑驴，一条道走到黑。其实从这几杆就不难看出，胖子李的基本功绝对是很过硬，但绝对不是大家想象中的什么天才。或许他的一些杆法看起来确实很秀，不过说一个扎心的真相，其实他能打出的所有杆法效果，所有职业球员都能完成，只不过胖子李是最爱秀的那种性格。咱们先抛开他拒不交罚款的人品问题不说，单论球商也真的不怎么样。就比如现在 K 球失误，本来可以顺其自然的防守漏个机会，但他那颗爱秀的心也彻底害了他，非要去强拼高难度的翻带，重点是他还真的翻键，结果又逼着自己在简单球上做文章，又要挣见不得光的钱，还有想着在聚光灯下出风头，只能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。这也就他干得出来，火箭此时估计都懵了。咱就说这么大的一个脑袋，就只能玩出这么一点花样。于是火箭打算亲自教学，也顺便看看胖子李演技的极限究竟在哪。漂亮的连打带给，胖子李估计现在觉得这下稳了，但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，这是专门为他准备的流汗大餐。绝了，大饼直接喂到嘴边，然后悠闲的在场下坐等看戏。这是真的逼急了，胖子李就差直接掀桌子。袋口的红球不但自己不去打进，还要反向送到另一个袋口，心想我脸都不要了，你不会为了这点事情动真格的吧？
火箭已经明显的一脸不悦，这下干脆直接全程换上了左手。虽然大家都非常清楚他左手的实力，但他还是准备再给胖子里最后一次机会。火箭这杆控制的真行，无论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粉球都很好打，偏偏就是这个落点。其实也就是要跟胖子里摊牌，这颗粉球我就是不想打进，你最好3思而后行。看看这浮夸的表情，好在火箭不用去打假球，不然估计也是一抓一个准。这才是喂饼的最高境界。能够分毫不差的把长台粉球养在袋口，完全不给火箭一丁点失误的空间。也不知道胖子里是咋想的，这么多比赛非要选跟火箭这场，但凡换一个对手，也不至于把自己逼得原形毕露。火箭非常沮丧地赢下了比赛，反观胖子里却输得相当开心。但是小白希望所有竞技运动都越来越好，永远不会再有这样反常的表现。